舞台像是演唱会现场嘛，有歌星，然后有前面铺垫的，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的，是不是？我们大陆原先也有这种节目啊，就叫艺术人生嘛，还有那春晚嘛，都说泪点要来的时候，音乐一起，然后那个残疾人说，这个要支持民进党，抢救王一川，是吧？王菊王志安前2天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他在节目当中模仿某一位身障人士的演讲，他的这个行为招致了非常大的反弹，有很多人都谴责他是歧视残障人士。对此各方面的这个解读跟讨论热度一直不断。今天我也来蹭一下这个热点，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开始之前，先做一个利益相关性声明。我本人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认可。但我并不是民进党的粉丝。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骂过对于台湾人出言不逊的这个 AK， 也批判过王菊当时曾经刻意贬低台湾的政坛人物。王志安看过我的这个视频以后，还专门发推阴阳怪气了一回，所以明显我也不是王志安的粉丝。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不想偏袒任何一方，纯粹基于我个人的一个认知做一个点评。在台湾大选的整个过程当中，王志安呢，他一直都是尝试着去见证整个大选的全过程。在民进党当晚的一个造势现场的晚会上，当残障人士陈俊翰律师被推上舞台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在现场王志安就曾经犀利的批评说，民进党仅仅是将残障人士作为一个政治的道具来帮他们吹鼓选情，来煽情。一个全身不能动的人推着轮椅的人有很多亲朋好送到友讲台上，问我为什么会选择以这种方式走入政治。跟选民见面，肯定特其实别容易我的答案很简单，一方面特别我觉注意的得是情感动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比较功利。还有以他现在这位候选人在台上讲了，我看至少已经有5-6分钟的时间了。而且整个世界局势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我个人觉得让一个这样的残疾人在台上讲这么长时间，其实也蛮残忍的一件事。然后在选举之后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呢，王志安继续炮轰台湾的这个选举跟民进党。他说台湾的选举就是一场政治作秀，然后他还在现场就是模仿陈律师的这个当晚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对于王志安的这个言行视为对于台湾人跟身障人士的侮辱，舆论一片哗然。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民进党当时是不是真的是在利用身障人士来煽情，来帮他们提升选情呢？根据我自己对于西方社会选举非常有限的观察，我的确很少见到就是在政党的这个造势大会上邀请一些就是身障人士来就是提升选情。但我相信台湾的选举法并没有规定说不可以这样去做。如果你一定要说这种选举方法是打感情牌，那同样的作为民进党的竞争对手，国民党和民众党，他们其实也是可以打这个感情牌的。那为什么这位残障人士的杰出代表，他愿意为民进党发声，但他不愿意为国民党和民众党来站台呢？所以我觉得似乎这个问题存在一定的这个争议跟灰色地带。一味的用这种东西来攻击民进党不是非常的站得住脚。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批评民进党的话呢，你批评他们不是真正的关心残障人士的这个福祉而是说只是利用他们作为一个符号来帮助自己来提升选情的话呢，我觉得王志安他攻击的方向错了。你应该攻击就是蔡英文民进党执政8年并没有推出什么真正惠及残障人士的政策。如果你有真的一些真凭实据的一些数据和事实拿在手上，你的确是可以用这个来批评民进党，他们只是把残障人士作为一个符号。如果你手上并没有这些事实和数据作为一个依据的话，这样去指控一个政党似乎
并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同样的，王志安指控民进党把陈律师只放在不分区立委排名第16名，而不是第4名或者第5名，是有意的，只是利用一下这个陈律师，并没有真的想要帮他当选。我觉得这个，除非你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是内部的谈话呀，或者是其他人士的一个佐证，否则的话依然是一个猜测，你只是一个价值判断，我觉得依然很难说服我相信你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反倒对于我之前曾经在另外一个视频当中批评民进党，就是在选前发布这个关于运载火箭的飞弹防空警报，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的就是类似于这样一种利用你执政党的一个地位，不恰当的使用国家资源和公权力来抬升选情，这个是民进党没办法洗的。因为哪怕你事后国防部出来道歉，但因为你这个警报发给的是全体的台湾人，而真正有时间有能力可以搞清楚原委的人其实是少数，多数的台湾人他们只看到了这个国防部发的警告，的确是让他们加深了对于这个选前的这种危机感跟这个亡国感。所以哪怕是国防部出来认衰道歉，民进党靠这个操作依然是可以极大的帮他们赢得很多选票的。所以我觉得王志安，如果你攻击民进党他们靠这个来操弄选情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民进党也是很难去反驳的。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脱口秀节目现场，王志安对于这个陈律师的一个模仿是不是涉嫌歧视呢？虽然王志安他嘲讽的对象是民进党，并不是陈律师，但说实话，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假设我的腿部有残疾，然后你一个陌生人模仿我一瘸一拐的走路，毫无疑问我会认为你是歧视，这是绝对没有争议的。不过我们也需要留意一点的，就是脱口秀节目它并不是一个正经的这个政治时评类节目，所以它的娱乐性更强，我们要允许嘉宾和主持有更大的这个表演，给他们一定的这个夸张的空间，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相当经典的一个模仿秀， I came here to laugh at transgender people. I didn't know this nigga was gonna make jokes about us. Come on, y'all, let's get the fuck up out of here. 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政治正确挂帅的西方社会，他们也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容忍，就是对于身障人士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的。说到底，在这个 case 当中呢，我觉得王志安他模仿的是陈律师，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歧视，很大程度上要看陈律师本人的一个感受。虽然陈律师在他的回应当中很大度的没有跟他计较，还开自己的玩笑，但是事情既然已经闹到这么大了，脱离了脱口秀这个语境，我觉得就算王志安你个人是无心的无意的，在陈律师已经非常有风度的不跟您计较，不跟您一般见识的情况下，我觉得作为一个对等的回应，王志安也应该非常有风度的正式的给陈律师道个歉，也向所有受这件事情困扰的民众有一个交代。至于在节目现场当中，主持人开王志安的玩笑，然后也说什么支那呀、自言自语这些事情，这个是不是一种歧视呢？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叫我支那，毫无疑问，我觉得这是一种歧视，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同样的，也是因为在脱口秀节目当中，如果他开这个玩笑的话，我相信我是能够容忍这种限度的一种就是调侃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节目现场最开始，王志安也是稍微有点犹豫，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确定，但他也很快调整了一下他自己的心态，
能够投入跟着对方就是一起互相开玩笑。所以我觉得在脱口秀这么一种特定的语境底下，应该大家都会觉得也都还好，无伤大雅。就比如说刚刚这位美国的脱口秀明星，他也同样在自己的节目当中拿中国人开过种族玩笑。What if it did? What if I was Chinese, but born in this nigger body? That's not funny. An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had to go around making that face. Hey, everybody, I'm Chinese. 所以回到这个支那这种事情当中来，作为中国人的一员，如果你问我本人的话，我肯定是不喜欢支那这种称呼的。但是同样的，我也并不太在意，就是脱口秀节目当中拿这个来开玩笑。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其时的节目现场，主持人王志安跟现场观众他们的笑声呢，其实都表明大家并不是非常在意这些无伤大雅的一些调侃跟互相的挖苦啊、讽刺什么什么的。所以可以想见，至少现场观众来说，这个尺度的一种玩笑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整件事情的走向跟发展已经明显脱离了娱乐节目的范畴，开始上升到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件。那就算是现场观众能够接受这种尺度的这种调侃，那整体的台湾社会，整体的台湾民众是不是也能够接受这种行为？我觉得这里可能需要我们再衡量。不过无论如何，当我们在批评王志安的这个言行欠妥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的就是，既然大家不能够接受王志安的这种言行涉嫌歧视，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批评就是关于支那的一些玩笑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如今这个脱口秀节目本身面临的困境，要么是因为某一些外力的原因让这个节目发酵脱离了娱乐的这么一个节目范畴，要么也是因为节目组本身在审核这些节目的时候没有把握好这个搞笑跟社会良知底线之间的这个平衡和尺度。所以既然王志安你都已经正式向节目组表达了歉意，您更应该正式的向陈律师，向所有感受不好的台湾民众做一个正式的道歉。所以作为事件的后续发展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呢做出了一个处罚，就是禁止王志安在5年之内入境台湾。那这件事情是否欠妥呢？在我个人看来，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党应该开得起玩笑，也能够容得下批评和不同的声音，唯其如此，也才能够彰显民主社会的一个感召力。王志安这个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在采访的时候习惯于不循规蹈矩，漠视规则，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调查记者，你有时候确实需要能够敢于打破规则，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个无可厚非。所以对于王志安这么一个情况，他虽然是拿着旅游签证入境台湾，但是我相信和他类似情况的也不在少数。作为台湾政府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发酵了以后，就单独给王志安一个就是5年之内禁止入境的这么一个处罚。虽然我觉得王志安他这个违法的事实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给他一个警告，下不为例，或者如果需要禁止入境的话，这个期限设定为1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考虑到他作为一个自媒体人的话呢，予以他一定程度的签证便利，还是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海峡两岸的这个交流跟新闻自由的。说实话，看到一个不是特别严重的事件发酵到如此这个程度，造成海峡两岸民众的一个割裂对立，我感觉其实挺可悲的。我觉得王志安他这个人的确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缺憾吧，很多时候有一些自以为是和大嘴巴，虽然能够让他特立独行，也吸引了很多认可他这种个性的人的喜爱，
但与此同时，他这种性格特征也让他得罪了很多人。我相信这是本次脱口秀风波的一个由来。比如说，他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什么民进党不代表台湾啊，选举结果已经摆在那个地方，接下来4年都是民进党代表台湾人民来执政，你凭什么认为民进党不能够代表台湾呢？又说什么台湾选举就是政治作秀，那如果这样也是作秀的话，那其他西方国家跟政府不也一样都是作秀吗？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台湾至少在选票的这个计算跟点选系统上，绝对是比现在民主灯塔美国好上1倍不止。如果台湾都叫政治作秀的话，那对岸的这个没有，那又算是什么呢？王志安他也曾经反复批评台湾是三流的政客。说实话，你既然自诩是一个媒体人，你的一个主要的愿景是想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那你明明知道你将来要打交道，你要采访的对象很多时候免不了会是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你在没有开始采访人家之前，你都已经贬低人家，说人家是三流人物，那你又怎么会舔着脸去邀请人家接受你的采访呢？你在没有采访一个人物以前，你已经给人家定性说人家是不入流，请问谁又会愿意不计前嫌的接受您的采访呢？既然王志安一直标榜自己的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性，一向标榜自己中立客观的话，那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的专业性体现在就是你的职责是事实判断，你是调查和呈现新闻和事实的本来面貌，你的职责是告诉你的观众真相是什么。你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增加不必要的一些价值判断，我觉得是逾越了你自己的本分。你应该把价值判断这一块留给观众，你自己应该专注在事实判断本身。你如果不甘心只做一个守夜人的话，你要参与到这个评判点评当中去，那遭遇是非跟争议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现在看到海峡两岸的敌意跟割裂的程度越来越深，越来越严重，我其实个人是感到非常忧心的。未来如果情况恶劣到海峡两岸必有一战的话，无论战争的最终结果如何，我相信因为战争造成的创伤一定会让海峡两岸结下更深的100年都难以消解的恩怨。这种程度的国仇家恨会让我们这一辈到时候就真的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非常感谢您观看今天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